我在新西兰待了3年，3年之后才回国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中国变化好大。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待在自己家里，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？这绝对是张绍刚惹恼众怒的一次。他仗着自己的资历和地位，在节目里百般刁难求职者，低情商的表现简直刷新了众人的认知。正是因为这一期节目的播出，也让他被网友直接骂下了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节目现场，看看当时他究竟做了什么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江船买酒白云边的湖北松滋，我是80后。我也喜欢臭美，但是我更喜欢读莎士比亚。这本是一段再平常不过的自我介绍。求职者性格活泼开朗，学历也是相当出众，在场众人都十分看好这个女孩。可偏偏有人一听到莎士比亚，就忍不住开始卖弄自己的文采。喜欢莎士比亚的什么？喜欢他的英雄双行体 Heroic Couplets。 对，莎士比亚。对，莎士比亚的一个英雄双行体。注意看张绍刚的表情，显然对方聊的话题戳中了他的知识盲区，对方还动不动就拽洋文，这一下可戳破了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设。于是张绍刚非要在对方身上刷一波存在感不可。莎士比亚的戏剧读过些什么？演过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。对。还读过什么？很明显张绍刚压根没听过这部剧，赶忙就一笔带过了。还读过什么Macbeth 麦克白。麦克白里面你演的是？我演的是那个巫婆，3个巫婆当中的一个。张绍刚明显是属于听过麦克白却压根没看过的那类人，所以你要是聊主角，他兴许还能说上几句，可一旦聊到女巫，他又瞬间一脸蒙圈了。你的主业是戏剧演员，连续几次被当众反驳，明显让张绍刚心里有些不爽。这算怎么回事？人家明明是来求职的，而且事先也明确表示过希望找一份语言类的工作，仅仅是因为对方爱好表演，参演过2部话剧，你就这么随意往下评论？但凡你能正常点问一句，演话剧是你的主业吗？也不至于会被网友喷到现在。不是，我前一份工作是英语老师，我在新西兰待了3年，3年之后才回国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中国变化好大。求职者此刻压根没有察觉到张绍刚的攻击性，还在友善地介绍自己的经历，谁料张绍刚却依旧不依不饶。稍等，刘丽，为什么我在和你沟通的时候，我浑身一阵一阵的犯冷呢？我很少会和我的朋友们沟通说 ，Hello，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？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待在自己家里，还需要用大写来称呼吗？这话明显是在玩文字游戏，还玩得一点都不高明。难道人家连说中国2个字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更何况人家本意是说我们这里有多好，所以张绍刚这波突如其来的破防，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。那请问你跟别人说的时候都说我的祖国吗？祖国也是个大写。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求职者彻底看清了对方就是故意来找茬的，都是爹妈生的，凭什么我要一直迁就你？于是求职者开启了回怼模式，而且这位求职者思维清晰，逻辑在线。你想把我塑造成一个崇洋媚外，只说外国好却贬低自己国家，专门挑事引争议的人设？不好意思，这招对我没用，我不上当。我说我们这儿，张绍刚这里明显是生气了，语气里还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，足以见得此人心胸狭隘。我以为在这要说很书面的语言，这是为什么我才用敬语的，比如说我跟您称您。论情商，女孩可比张绍刚高出不止一个档次，讲道理摆逻辑，语气还始终谦和委婉，这也是张绍刚头一回被怼得哑口无言。从新西兰回来之后，为什么选择自考？因为高考很难啊，数学根本不会啊。然后自考为什么又去考一个英语专业？因为你的英语已经在那儿待得很好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语文呢？这一回合交锋下来，张绍刚又一次败下阵来，说到底还是他问的问题实在让人无语。人家本就擅长英语，为何不能在自己的优势领域继续深耕？难不成还非要人家自废武功不成？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你听不太懂呢，还是我哪个问题伤害到了你，使得你开始具有了攻击性？明明是他先主动发难攻击人，这会儿反倒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。对此求职者也是不惯着他。老师，我觉得是您具有攻击性，不是我具有攻击性。我是从哪个问题？不得不说，这波回怼真的太解气了，我彻底服了。女孩的高情商和语言艺术，也让她在网上圈粉无数，后续的人生道路更是一路顺风顺水，越来越好，实在让人由衷羡慕。